有一个地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闯，找到信任加上陪伴。沿途也许会有挫折，有失落，有迷茫。假使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能够取暖。 其实你不用特地送我回来，还要麻烦你让我跑去。送美女回家怎么会嫌麻烦呢？哇，嘴巴这么甜，一定骗了不少女生吧？我是有原则的，不是每个女生都会称赞的。才不相信你的鬼话！真心话，如果我是你老公，一定不舍得让你单独回家，免得一不小心就会被别的男人趁虚而入。他是个工作狂，根本没有时间理我。 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是我老婆，多么晚我都会去接她的。当你的老婆一定很幸福，不像我，结了婚之后，老公就只忙着工作，心里根本没有我。你没事吧？谢谢你扶住我。B， 我老公。那我先走了。拜拜。你也这么迟啊？那个男人是谁？哦，他叫Gordon，我的同事。他为什么送你回来？我喝多了，又叫不到车，所以他就好心送我回来咯。他刚才为什么靠你那么近？哦，没有啦，刚才我差点滑倒，他就扶我。放心啦，Gordon他只是同事。你最好是跟他保持距离，以后除了工作，不要让他有机会再靠近你。好，好，好，全听你的。可以回家了吗？走吧。张毅，你终于回来了，我快饿死了。你先吃，我泡咖啡给你。我拿份文件就可以走了。 Bro， 今天没有带人去看房子啊？啊，今天我老婆 off day，所以我给自己放一天假，可以陪她。哦，要不要去打 golf？ 你想去吗？不要这么无聊。你们不要每次约会就去 shopping 吗？东西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还不如去 exercise，keep fit。比亚，不然我先陪你去 shopping， 之后你再陪我去打 golf。再看看吧，赶快去拿你的文件。哦 Sorry， 你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我的房东刚刚打电话给我，叫我马上回去一趟。你赶时间啊？我送你吧。方便吗？米娅，他家就在商场附近，很顺路的。我们先送他回家，然后我再陪你去 shopping。好啊。在前面那里放我下就行了。好。好，等一下你们转出去就是商场了，麻烦你们了，谢谢，拜拜。拜。哎，晶晶。啊？你手机。啊，谢谢。我赶时间，先走了。啊，拜拜。拜。咦，走啊，肚子饿了吧？我们先去吃。原来你还在乎我饿不饿？我当然在乎你啊。你比较在乎他吧？静静，你的车怎么可以随便接送别的女人？我是看他赶时间才会送他一程。这么多借口，我看你是对人家有好感吧？你想太多了。如果我真的想对他怎样，为什么选你在的时候送他呢？那就是说我不在的话，你就会对他怎样呢？当然不是，你想到哪里去？比，哎呀，
劝过我什么？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啊。1，不能让女孩子坐副驾驶位；2，不能跟女孩子单独吃饭；3，不可以给女孩子我电话号码，除非是客户。再加多一个，只要我生气就要买礼物哄我。好，我买。哎 ，Mr. Ho， 哦，静，你为什么受伤了？没事我那么急着找你回来，是想问你能不能把这个月的房租提早给我啊？我不是前2个星期就给你了吗？我是说下个月的下个月的，你先给我啦，那下个月就不用再付了。是这样的，我妈突然昏倒了，现在在医院，医生说她血管严重阻塞，要马上动手术。可是我前2天刚刚看到她好像还好好的。你也知道的，老人家就像纸糊一样，说破就破的。他如果不动手术的话，他会死的手术费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你就帮个忙吧。那好，我马上转账给你。转了。谢谢。哎，你小心一点。怎么样？今天身体没好一点？还不是老样子。谢谢你，我都没有跟你买房子，你还这么关心我，天天来看我，真难得。应该的。我记得我入行的时候，有个前辈告诉我，要把客户当成是朋友，才算是好的agent。你不觉得我在浪费你的时间吗？怎么会呢？我只是好奇，市场上有这么多有地住宅，你怎么会对梅兰昂的俯角屋情有独钟啊？我是在印尼长大的，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就住在俯角屋，在俯角屋有我最快乐的童年，还有我们一家人最美好的回忆。可惜我在8岁的那年，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我跟着妈妈来到新加坡生活，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难怪你一直想把这屋子买下来。这些年，我也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也没有想过要回去。一直到最近得了这病，也许是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特别想念我的父母，我想念我小时候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在俯角屋过完我剩下的日子。你说我傻不傻？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第一次去俯角屋，也让我想起我过世的妈妈。可惜伟鸿不能理解。我想我的心愿是没有办法实现了。你让我太太说那些话，是故意想让我听到的吧？我怎么会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看你太太？这是你太太最后的心愿，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要不要考虑帮她完成心愿？我知道，她很喜欢那间房子。可是如果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去买房子，就不够钱出国治病。我能理解你的顾虑，我也明白你太太想要弥补遗憾的心情。如果换成是我也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完成这个心愿。毕竟，没有人想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我虽然不想让她带着遗憾离开，可是，更不想因为我没有尽力劝她接受治疗，而成为我终生的遗憾。谢谢你，真的是太客气了。小小意思罢了。对了，
你们的 BTO 怎样了？号码拿到了，可是号码大到可以买 4D 啊，超过1000号，那么夸张？这已经第4次了，我们跟 BTO 真的有缘无分了。请问你们申请的 BTO 在哪里啊？是不是 Majestic？ 我们希望可以住在 Queenstown， 靠近我岳父岳母的家。你们有没有考虑买2手祖屋？我手上有一间4房式在 Gimo。会不会很贵啊？你们是第1次买祖屋，可以申请津贴，加上住靠近你岳父岳母家，又有另外一笔津贴，算起来是蛮划算的。你们有兴趣看看吗？除了第1次购买祖屋的津贴，这里离你们父母家不到4公里，你们还可以再申请多一笔 Proximity Housing Grant。扣除了这些津贴，其实价钱不算高，值得考虑。的确不错，我们可以看一下房间吗？可以，跟我来。哎，这间我们可以做书房哎。还有这里。这间我们可以做婴儿房，你看怎么样？好啊，那个 built-in 的衣橱有点旧，拆了可能空气会更糟。谁说你们可以拆啊？为什么不能拆啊？拆了的。连伯，他们还没有确定要买，什么问题我们等下再谈，好吗？哼，没事。好，你们商量一下，如果真的有意思要买，我会帮你们争取最好的价钱。好，我们再跟你联络。Thank you，谢谢，慢走慢走。谢谢。好，拜拜。我告诉你啊，那个衣橱啊，绝不能拆掉。彦博，如果屋子真的被别人买下了，他们有权利决定怎么装修。衣橱拆掉了，打来的时候阿平要躲去哪里啊？你女儿也会跟你一起搬的，你忘了吗？上次她都叫你搬去跟你儿子住了。哼，你又不是通灵大师，你懂什么？彦博，其实不要再说了，除非啊，你叫那个师傅再来问问阿平，不然谁说的话我都不听。Miyati? Ma'am, sir coming back. You wait. 班长，你好吗？Madam is very lucky to have you and Mr. Robert taking care of her. Ma'am, I tell you something. 哎，马小姐，你来啦！哎，是不是找到买主了？是有好几组感兴趣，不过一听到价钱都打消念头了。啊？怎么会这样？现在行情不好，每个买家都精打细算，开出的价钱都达不到你们要的。你之前不是说没有房子是你卖不掉的吗？其实之前有对想买的夫妇还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他太太一直很想住进佛脚屋，不过他现在进了医院，需要一笔医药费治病。人家现在都不买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一直有跟他们保持联系，我有把握能说服他们买下，只不过。不好意思，你继续说。我是想跟你商量，你这里的价钱可不可以压低一点？你要不要先借啊？压低一点是多少？哦，我跟他们谈过了，他们的医药费大概需要100万。如果你这里呢能压低100万，那成交的机会就很大了。少100万，好。干嘛？少100万你都肯卖？卖，少100万其实没有比市价低，目前为止是最好的价钱了。你也知道现在行情不好，短时间内房价也不可能有什么起色。既然干妈不反对，少100万就少100万吧。那太好了，我现在去跟买家说。等你拿好消息。好的，再见，拜拜。慢走。你为什么就不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接受治疗了？我不答应买房，是为了你啊。对不起，打扰了。你又来这里做什么？我是来帮邵太太完成心愿的。哎，你到底有完没完的？我们都说了，
我们是不会买的。你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说完了你再决定好不好？你为了赚佣金，真的什么都可以做是吗？好。如果我真的是为了赚佣金，我就不会去说服我的卖家把房子压低100万了。邵先生，我知道你是很想帮邵太太完成心愿，不过你是担心长期的医药费。我也理解邵太太你不想留下遗憾的心情，你们都深爱对方，也知道为了买房子会影响感情，不如你们就各自退让一步。邵先生，你把房子买下来，然后邵太太呢就答应接受治疗。房子的 OTP 我随时可以准备，签不签你们就好好的商量再通知我。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伤了感情。伟宏，伟宏。Uncle One，Uncle One，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买家，你就帮我跟林伯说一声，他女儿是不会介意那个衣橱被拆掉的。要说你自己去说了。哎呦，我都已经说过了，可是林伯只听你的嘛，你帮我说一声，一声就好。不要说一声啦，半声也不行啦。我都还没有去摁过那个女的，怎么可以随便乱说呢？难道你要让林伯思念女儿，思念到走火入魔，最后和孩子闹翻，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吗？哎，你不要吓我哦，没有那么严重啦。如果你不帮忙，这很有可能哦。小妹妹呀，我是安哥啦，你出来吧。大师，阿平说什么？嘘。好啦，我明白，我了解了。大师，阿平到底跟你说什么？你女儿说，她不要待在里面了。她想要离开这里，去她想去的地方了。离开？那她要去哪里呢？你自己试试看，躲在衣橱里了，那感觉要坐牢一样，她受不了的啦。他真的这样跟你说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衣橱里吗？那是因为你的执念太深，困着了他，所以他才没有办法离开了。原来是我做错了。林伯，其实你应该问问自己，这样做值得吗？你女儿走了。不管你做什么，他都回不来了。不过你还是有一个儿子啊，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他看你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住，他也是会担心的。是啊，因为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放弃和拥有应该珍惜的家人那也不对了。那听我一句劝啦，放下愧疚，原谅自己，让你的女儿去她应该去的世界。比起一个人住在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的衣橱里，他一定更想离开这边。哇，Uncle One，还是你厉害啊！你一出马，林伯什么都答应了。谢谢你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没有帮到你什么啦，我只是把林伯女儿要说的话传达给林伯听而已啦。臭小子，跑去哪里了？Uncle One这个红包你收下。不用啦，又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啦。一定要的，小小心意而已。你收下，如果你不收下，我会过意不去的。好，我去忙了，改次请你吃饭。哇，你老爸真的是比神仙还要神啊！装神弄鬼还拿人家的钱哈？没有跟他拿钱是他自己硬塞过来的这种不义之财拿了不怕有报应我只是在帮人哪里会有什么报应帮人需要拜什么灵媒大师吗？你懂什么啦？那林伯认为女儿的灵魂躲在衣橱里，那我呢只是将错就错，顺着他，那才有办法开导他，让他放下。将错就错，我看你是宣导迷信还差不多。你觉得你这样做没有问题吗？这哪里是迷信了？
我呢只是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林伯的心病，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哦，什么方法很重要吗？说到自己好像是心理学毕业，我这个呢叫做自己学毕业了。你也不知道是其他人笨，还是你骗术医疗。为什么没有人看得出你是骗子？你不要骗子前骗子后小心我咔嚓你了。你老爸我可是大好人呐。是啦，大好人，你高兴就好。Mr. Lee， 这是上次照着你的要求重新设计的，客厅是以低调奢华为主，天花板的石膏我已经简化了，墙壁的颜色都照着你要的大地色，地板会铺上从韩国进口的高级 vinyl tiles。主人房特别在灯光上会加氛围灯，不输总统套房的设计。能改的我都改了。连你可能会担心的问题，我都解决了。你满意这个设计吗？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签合同了？等一下，我最近买的股票大跌，现在资金有限，而且这个设计的装修费超出了我的预算，我看我不装修了。不好意思啊。等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上次不是说钱不是问题吗？现在又说超出预算，你到底想说什么花样？都说是股票跌没钱装修，又不是我想要的。你是想骗设计图不给钱是吗？什么骗？你不要乱讲哦！你这种贪小便宜的人我见多了。不装修没问题，设计费1200块，再扣掉之前你给的定金300块，你欠我900。这个设计图我又没有用，为什么要还？你还应该还我300块才对，神经病！喂，还钱！还什么钱？你还不还钱？我就是不还！我叫你还钱！还钱！还钱！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这里有善意目光和温暖的肩膀，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卸下了心防，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感动却从未那样一直流淌。哪怕你离开很久，心却念念不忘。有一个地方一起哭。